Hello，大家好，欢迎又回到烂熟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 Jimmy。嗯，今天我们来聊一支我觉得曾经是神坛上很棒的传奇，但是如今已经被玩到我觉得了无新意，并且不断在重复同样的套路。那当然，它还有一大堆的这个后继者。那我觉得这只表原本是性价比之王，有 ISO 认证、200米防水、耐操、便宜、经典，横扫市场，几乎玩表圈的人几乎大家都有。但是如今呢，却变成了啊、换汤不换药，甚至继续卖高价。那我就今天来聊一聊这5年来 Seiko 到底在做什么。OK，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一种吐槽分析，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因为这一集我会帮你们补完这一个 SKX 的全套知识，让你们知道。我觉得现在 Seiko 有点把这一个东西慢慢搞到失去了灵魂。好，首先呢，我们先来讲到就是 SKX， 它是1996年出来，然后直到2019年停产。那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Seiko 不但没有改款，那也持续都一直有在做产出的动作。但是到了2019年，它却突然就把它停产掉了。接着马上 Seiko 就推出了 SRPD 做接班，但是它拔掉了最重要的 ISO 认证，然后防水也缩到了100米，定位变成了运动风。OK， 那价格又保到了$300多。那隔年2020年呢，又出了 SRPE， 连外圈都拔掉，就设计成了所谓的都市正装版。然后2022年又推了 SSK， 这个我们之前介绍过，就是有了 GMT 功能。OK， 那再来它卖到了就是接近$500，然后再来是这个2023 SRPL 换汤不换药，继续卖高价。OK， 那今天我们就从设计的亮点跟经典的造型来做切入。SKX 的外形呢，可以说是这个 Seiko 的 DNA 的教科书，表径是在42.5，然后45.5的这个表耳到表耳，厚度是13.3，数字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大，但是它弧形的表壳跟4点钟方向的螺旋表冠，实际佩戴起来是比我们想象都要舒服很多的。整颗表的设计可以说是完全以工具表的思维，包含了120颗的这个旋转刻度，然后单向的防水圈刻度清楚。那虽然偶尔你可能有些人会买到稍微有一点偏，但是其实已经算还不错了啦。然后有 Harlex 的这个水晶镜面的这个玻璃，那虽然它算是容易刮花，但是它的划痕在这一只表上面反而有一种战损般的美感。指针跟刻度都是大面积的 Lumer Bright， 那夜光也是让你们就是半夜翻身应该也是很难不看到了。经典的棒状时针、箭头分针，配上大圆点的刻度，辨识度非常非常的高，再加上日历窗，然后有这个很多的设计细节、功能实用，然后甚至是 SKX 的009摆饰圈，这个也是大家很多人觉得非常棒的一个设计。那当然了，其实很多人觉得他在抄袭这个 Rolex 的 GMT，OK，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它其实是因为 Seiko 跟 Paddy 这个潜水认证有很大的渊源。可惜到了这个 SRPD 呢，虽然所有的造型都90%像，但是外圈的手感、那些刻度的锐利度、夜光全部打折。然后 SRPE 呢，干脆连外圈都不要了，变成所谓的 Dress X， 变成了 Dress KX， 变成了一个穿西装的一个 Dress KX 了，就是设计变精致，然后脱离了那种水下水感，脱离了战斗，整个气势差了很多。那 SSK 虽然我觉得是还算是有趣，但是虽然它多了 GMT， 然后整个视觉上它就是更丰富，但是那种纯粹的那一种感觉，那种很单纯的那个潜水工具表的感觉，我觉得也不见。那 SKX 跟007跟009呢，用的是7S26的自动机芯，2110，然后3 Hz，41小时的动能，然后不支援停秒，不支援手上链啊，简单的
简单粗暴，但是耐操到不行。那这颗机芯被表圈形容成就是倒下之前可以先把你磨死的老兵，保养周期长，抗震抗衰。虽然它精度不高，它平均一天大概是在-6到+13秒，但是这也就是工具表的精神。基本上你只要能准时回岸回家就好。表壳是316L 的不锈钢螺旋底盖，那有着这个 Seiko 的招牌的海浪图案，200米防水 ，ISO 6425的认证。这个认证让它可以真正是作为下水工作的专业潜水表。直到这个 SRPD 换成了4R 的机芯，当然了，它多了这个停铆跟手上链，然后打磨好了一点，但是防水降到100米，没有 ISO 认证，这也让整个专业定位直接被降级。SSK 呢，则是换到了4R34的机芯，多了 GMT 功能，一样100米防水。SRPE、SRPL 本质上跟 SRPD 差不多，但是就是在外观上跟配色上做了一些文章。总结一句话，7S26，它就像是打过越战的战士一样。但是4R，我讲真的，讲好听是生活玩家，实际上我认为，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OK， 那我们接下来从这个故事要从1996年开始说起。SKX 的007跟009它问世，然后接下了前辈7002的棒子。那 Seiko 把专业的这个潜水表协同推到了另外一个高峰。那时候的市场，潜水表不是一个奢侈品，大多来讲它就是一个工具表。这只表就是真的给人下水用的，200米的防水 ，ISO 6425认证，自动机芯，4点钟的这个表冠，防震、防磁，售价约莫在$200多，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它的存在让很多刚入坑的人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这么便宜也能够有这么好的规格。我们把时间快转到2019年 ，Seiko 宣布了 SKX 全面停产，表圈一片哀嚎。结果才过了几个月 ，OK， 到8月的时候 ，SRPD 就变成了后继者出现。但是问题是 ，ISO 没了，防水升100，换上了4R 的机芯，从专业潜水表直接降级成了运动风格表。那在2020年呢 ，SRPE 出现，这一次连外圈都拔了，变成所谓的这个正装的这个 SKX。外观简约，但是它根本就，我觉得它跟 SKX 硬派灵魂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东西。OK， 就是2022年 SSK OK 这个系列就是还算是有掀起一点点大家讨论的话题，它的配色啊各方面也多了 GMT。但是到了这个 SRPD 加上了这个4R 的34的机芯，做成了 GMT 版，所以能维持一点点话题吧。但是卖到了这个快$500。但是它依旧没有回到专业潜水规格。2023年 SRPL 又登场，延续 Seiko 5的路线，就是玩配色、玩造型，一直在运动风格表里面的框架打转。从1996年到2019年 ，SKX 称霸入门潜水表的这个整这么长跨度的年代，直到2019年之后 ，Seiko 自己一步一步的把它商业化，定位开始往所谓的 lifestyle 时尚靠拢。那这基本上就是整个故事的脉络。SKX 的整个传承呢，它其实是 Seiko 设计表的设计语言的延续。4点钟的表冠 ，OK， 弧形的这个表壳，粗犷的一个刻度，战斗的夜光，还有那一种真正能下水的硬核精神。这些特征从1970年的6105、6309一路传承下来。SKX 可以说是最成熟的阶段，它是评价入门玩家的一个最入门的敲门石，甚至很多玩劳力士、欧米茄的这个老司机手表里也都会放着一只007或009，因为它就是那种随便戴不心疼，陪你干大事，就算多了刮痕，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岁月的浪漫。但争议在哪里？我觉得第一点就是 Seiko 在停产 SKX 之后，用 SRPD 取而代之，可是他却砍掉了 ISO 认证。我认为这是一个从最基础上面的精神背叛。
OK， 机芯变成了新时代的4R， 然后多了更多的配色，但是在真正原味的玩家眼里面，这就是一个花瓶。也许有人不同意，也许有人同意，但是我是这样感觉。再来一个是售价的争议，当年的 SKX $200，但现在动辄就是300多起跳，甚至 SSK 逼近500。对比规格，我觉得 Seiko 就像在吃老本，靠情怀圈钱。第三点是传承的稀释。SRP-E、SRP-L 这些衍生性的产品，虽然它在外观上沿用了 SKX 的壳型，这种设计的延续，或者说致敬，或者是复刻，但是功能性完全不同，它反而变成像是一个装饰品。所以你说有没有传承？有啦，但是它带着一种浓浓的商业计算。争议有没有？一大堆，而且我认为在之后还会继续发酵。SKX 停产之后，2级市场价格直接起飞。我记得刚停产那个时候 ，SKX 的007日本的 J 版甚至炒到了将近台币要35000块钱。OK， 那009呢，也可以卖到15000到2万块。这在一个$200的潜水表里面是非常夸张的现象，甚至是有用过的岁月痕迹、有刮痕的、有伤的，反而还很多人也在追捧。基本上它就是供应断了，可是它实际上的需求在不在？在那边，全球玩家的共同情怀。SRPD 后来推出之后，虽然它定价在300到350，然后也很稳定供货，但是没有了 ISO 的认证。我认为对于真正在乎这一个很基础原味的那个潜水表的玩家是不 OK 的，而很多后继的玩家是因为这个外形很熟悉，所以入手，直到这个 SSK 500美的定价，它多了一根 GMT 指针，但是其实在性价比里面已经算是，我觉得已经是变低很多。所以我觉得 Seiko 很明显在用 SKX 的造型跟历史价值去推动 Seiko 5的中低价位市场销量。我不得不说，它的确是一个很棒的商业操作。但是对于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喜欢0007、009的老粉来说，这一种价格跟规格的陨落是很难让人心服口服的。SKX 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不是因为它多便宜或者是多耐用，而是因为它把全球玩家在社群中的普及度，不论你是美国、欧洲、亚洲、澳洲、日本，玩表社团基本上随便抓一大把在玩 SKX 的玩家，甚至形成了当年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的改装文化，这种 modding culture， 你可以把它改成劳力士水鬼风格，也可以把它换成独一无二的指针。SKX 的供应商改造的这种配装商，这是满地开花 ，OK， 那甚至很多的这种老字号的改装商，我就不提名字了，靠它吃几十年的饭，这种改装的自由度反而变成它的一种文化价值的一部分。另外，很多人的第一只机械表其实就是 SKX， 它变成了入坑的这个启蒙老师，甚至有很多的玩家都说，不管你戴过什么表，戴过多贵的表，你人生中一定要拥有一次最标准、最原汁原味的 SKX， 而 SRPD、SRPE、SSK 延续了这一种对改装友好的特性，但它失去了专业的潜水，它少了那个 ISO， 少了那个文化层面最基础的号召力。好吧，讲回来，我觉得 SKX 现在还值不值得买？我认为超级值得买。我自己前几年在日本是买了一只，品相非常好。那是007，那现在我没有放在我这个房子里面，所以我就今天拍片，我也就觉得就是大家看看图片就 OK。那我觉得当时我买16000还17000吧，反正换算回来大概18000以内啦。但是状况非常好，我也非常喜欢。那我并没有很常戴它，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SKX 非常棒的一个纪念跟玩味。那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高价表，我觉得你需要一只经典很日常打手的一种日常佩戴表 ，SKX 都是最完美的选择之一。那 SRPD 我觉得就适合喜欢
SKX， 但是并不打算付那么多钱去追捧这个二级市场的人的玩家。SRPE 就是如同 Seiko 定位的，就是城市风正装搭配。SSK 我觉得还算是有多时区需求的玩家适合的选择。那 SRPL 则基本上就是整个照抄，然后一直换颜色。那我只能就是很勉强的讲，就是说，如果你就是觉得个性外观搭配颜色一个穿搭的一个点缀的话，那的确它是可以选择的了。OK， 我接下来我想讲一讲就是我的一些想法。老实说，这5年我对 Seiko 的感觉呢，就是我觉得品牌进入了一个我们在英文这几年会讨论到的一个名词，叫做 Nostalgia Cycle。它的中文的大概的翻译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复刻怀旧循环。那这个循环通常可能是15年、20年、30年左右的一个 cycle。然后他们在品牌上不断透过去翻炒过去的一些设计配色细节，然后开始拔掉一些成本较高的专业功能，或者是他们觉得会影响到末端售价的元素。但是它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变便宜，反而卖了更高的价钱。所以这个名词，我认为它基本上也不是一个多正面的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形容词。然而 SKX 的停产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转捩点。它原本是代表着实用、平价、专业，但是2019年之后，这个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包装、更高的价格、更淡化的灵魂跟产品线。我不反对品牌在做，就像我们讲的这些手表。OK， 你说它价格差很多，对，它差3倍、差4倍，这两只也是 Seiko，OK， 一个是381还是383，一个是453，OK， 都是我这2年买的。它 Seiko 绝对有做一些不错的表，但是当然它价格就比较贵，但是它确实材料用料什么各方面都不一样。讲回来就是我不反对品牌致敬自己的历史，那些曾经走过的路跟资产，但是我觉得在致敬应该是要在经典上面去做加分的动作，而不是减规格、换外壳再加价格。SKX 从$200的专业潜水表到 SRPD 的$300多的生活运动风玩表，再到 SSK $475的这个 GMT， 这中间差别的东西不光只是数字，我觉得是品牌对消费者的一种态度。Seiko 现在很明显的策略就是历史设计语言吸引这种情怀玩家跟新手的入坑，然后靠着规格上面的这种定位跟差异，把真正的功能都留给了 Prospects， 但是 Seiko 5 Sport 变成了时尚路线的穿搭品。以商业赚钱来讲，这没有问题，但是对我觉得对某一些族群来讲 ，SKX 陪伴了20多年的玩家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失落感。因为那一种曾经很朴实的价格能拥有很专业的规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今天的 Seiko 更多是品牌管理、利润导向，而不是那么纯粹的制表的理想。我还是会很欣赏它的设计历史跟那些经典的产品，但是我也不会再去期待他们推出下一个平价专业的手表。也许吧，先学我们个5年6年，然后再突然推出一个 Prospect 系列的 SKX。I don't know， 也许他们会这样子做。好吧，我觉得今天就是的确，我觉得我有在凑这个产品线。对，不是产品线，应该是5个产品线。OK， 你刚刚我念了一大堆 SRP 这么多个产品线，只靠一个 SKX 就可以做出这么多条线，为什么你们不肯做一个有 ISO 的？对吧 ？OK， 那讲到这边呢，其实也就讨论的差不多。那喜欢我们这个频道，能够接受我们的一些理念跟想法，我们大家都可以讨论。那不用有情绪，我觉得现在 SKX 007、009也并没有到那么难找，在 eBay 或者是在日本的一些二手表的网站，其实一定都是找得到的。OK， 那它虽然说已经从6000块、7000块、8000块变成了1万
13000、15000看表况。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真的觉得现今时代喜欢的话，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入手这一只表。这个我觉得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OK， 然后其实也不贵嘛。你去想，现在没有 ISO 的都卖15000了，其实你花16000去买一只有 ISO 的，何乐而不为呢？7S26这么经典的机芯，那也超到不行 ，right？OK，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讨论品风格啊，轻松的对谈方式，那欢迎按赞、订阅、分享。OK， 那有再多的手表，我们都留不住时间，但是它可以让我们记录下自己的每一段经历，跟那一些希望自己更好的时刻。我们大家都保持一个正面的态度，然后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OK， 这是烂熟人 Jimmy，拜拜。